今日清夜，寒门学子破除门第桎梏，登科入仕，究竟是该为天下苍生谋生路，还是该为光耀门楣扬己身？诸位尽可畅言。此题不对。为国为己，并非对立。我辈所求，应是打碎门第枷锁，让天下学子皆可以争取施展拳脚的机会。沈兄，不，应该是沈御史。御前弹劾，当街拦架，只收这一鞭，已是留情了。怎么还替外人说话呀？你见多识广，这个朝阳公主，你了解吗？略知一二。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听闻她受封朝阳之前，是个无人问津、幽居冷宫的公主，过得很是艰难。冷宫？所以那道疤也是在冷宫留下的吗？她在那种地方待了多久？又是如何出来的？她和那个崔敬之到底是两情相悦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你怎么突然对公主的事如此好奇？他毕竟是太子的人，又与我暗中周旋这么久，把我留在京城。他表面看起来奢华无度，但我总觉得那不是他的全部面目。他究竟是敌是友，我看不分明。不如赐他个八品监察御史，留在京中，莫不是对本宫念念不忘？必要时，你可以求本宫帮你啊，只抽你几鞭以示仁厚。再不让开，别怪本宫不客气了。你想利用本宫，本宫可以成全。越是看不分明，便越想干净。那你判他是敌还是友呢？时人因关心，你的答案得自己寻。二殿下，我等奉旨前来运粮，您别为难我们。圣上有旨，调京城各仓粮食前往永通渠。快，动作快点！殿下，粮已整入4库。二殿下，让开！这里是公主府，妾心劝您不要应酬。个刁奴！放开！不肯！让二殿下进来吧。二殿下，请。刁奴！你说，你说！二哥火气不小啊。以粮代钱，陷我杜之思于水火，你敢说不是你向太子献计？二哥无凭无据的，为何笃定是我所为啊？谁不知道你朝阳是太子的谋士？我杜之思的存粮要被启部和兵部搬空了，你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！这世上哪有什么绝路啊？有现成的人等二哥用，二哥何必自苦啊？你是说，沈相？哼，胡闹！此人胆子太大，即便为人忠直，也容易引出祸端。怕什么？他可是父皇钦点的状元，若二哥把他收入囊中，让他负责落实以粮代钱的政令，那是借了父皇的光。若是办成了，是你们杜之思得利；若是没办成，父皇只会把罪怪在世家头上。
左右怪不到你啊。你会这么好心给我献策？信与不信，全凭二哥。以后就凭这个进出公主府。别忘了今夜之约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会答应他？我疯了吗？他是怎么在冷宫长大的？我既然接了这3话，就应该履诺。答应别人的事就应该办到。这是阿爷教的。沈御史，公主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公主为何要把沈贼推给二皇子啊？本宫要借刀杀太子，必须借势而为。沈孝为刀，二皇子为势。等等，什么沈贼啊？窃者为贼，那沈孝把公主的心给窃走了，还不是贼？胡说八道！殿下的刀不是说今夜搬来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啊？唉，殿下都等了那么久了。他身上有股幽香，你能调制出来吗？你见过他，应该闻到过的。爱莫能助，奴婢在沈孝身上可闻不到任何味道。不过奴婢倒是听说有一种香味，只有彼此喜欢的人才能嗅到。唉，完了，这下他真成沈贼了，还是个窃心贼。我看你是疯了，我怎么可能对他有意？哎，你帮不上忙你就出去。谁说奴婢帮不上忙了？要不奴婢把沈孝给你绑来，公主你看成吗？你。他身上的味道，难道真的只是我的错觉？你是谁？原来是安乐公主，是下官唐突来。唐突什么？我还怕沈御史你不唐突呢。
殿下若是有事差遣，派人去御史台就是了。要是没什么事，下官先行告退。哎，你一个八品小吏，有什么公务啊？本宫邀你前来，为了什么？你再清楚不过了，再装糊涂，可就无趣了。下官本就是个无趣之人，殿下只管放下官走就是了。本宫寡居3年有余，阅人无数，你是最有趣的一个。实不相瞒，哎，那日新科宴，我看状元郎着这件金花红袍，弹劾朝阳的风采，属实让本宫难忘。若沈御史再穿一次，本宫就放你走，如何？殿下还是自重吧。什么告辞了？今日我听闻你被朝阳当众鞭笞，本宫有御赐的金疮药，让我亲自为你上药，如何？御赐是我，下官不配。下官告辞。走开！把人给我抓回来！是。门口有我的侍卫，你今日是出不去了。哇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漂亮的公子啊？你是新来的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快，他跑那边了，快追！公主吩咐，今晚一定要抓到他。怎么都不对啊？沈御史来迟了，看来下官扫了殿下的雅兴了。那你还不赶紧出去啊？我不出去，让他们走。那个沈笑分明往这边跑了，挨个屋子给我搜！不愧是沈御史啊，来赴我的约呢，还能招人安乐。若你做了他的面首，说不定就能官升一级。沈御史果然好算计。下官已经答应殿下夜夜相伴，没想过跟其他人牵扯。沈御史到底是忠诚，还是想哄我，让我为你得罪安乐？还疼吗？疼。沈御史这一边挨的可真不亏，当街诘问跋扈公主，既能落个维护百姓的好名声，又能来我这上演苦肉计。沈御史利用我，利用的的确顺手。殿下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把人心想得如此卑劣？沈御史与其好奇我的过往，还是多关心关心百姓吧。我不过是遇到了坏人，他们却是遇到了坏的是的。衣服脱了。你分明上过药了。可是不是殿下上的。原来你是想让公主替你上药啊？你的公主在外面。在安乐面前与你牵扯不清，太子定不饶我。今日我救不了你，我自然不配让你在太子胞妹面前冒险。好你个沈相，没想到你竟然躲在凤栖阁！昭儿，你给我出来！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
自己慌不择路闯进来的。妹妹强扭的瓜不甜，这是何苦呢？我管它甜不甜的，不甜我就蘸酱吃。殿下这是要拿朝廷命官当粉头取乐吗？所以呢，沈御史是想以死抗命。殿下的愚弄还不至于让本官丢命，但是殿下若是再苦苦相逼，我不保证不会伤你。你敢！看来安乐妹妹今日势在必得，沈御史也是个懂得审时度势之人，不如从了吧。往后定是仕途坦荡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救兵来了。安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往日你如何荒唐？圣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圣上钦点的状元，你都敢杀？不是我，是朝阳他，是他。今日之事，到此为止。如果再让我知道你滋扰沈御史，就别怪我告诉父皇罚了你的10亿。你笑什么笑啊？我在笑，该让妹妹赔多少钱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你今晚吓走多少客人吗？哦，妹妹原来不知啊。这仙客来是太子哥哥的产业，你少拿太子哥哥吓唬我。哼，走，记得赔钱。沈御史，安乐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下官多谢殿下救命之恩。沈御史严重了，举手之劳。话说回来，二殿下为什么会在仙客来？本王是特意来寻沈御史的。本王的人看到安乐把你带到这儿来了，灾情日益严重，都知司人手紧缺，不知你愿不愿意来我都知司效力啊？你先是弹劾朝阳，谏言修永通区，现在又得罪安乐，太子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如跟着我。殿下若是不嫌弃下官行事鲁莽，下官愿意为殿下分忧，只当是报今日之恩。不过就怕太子不会轻易放人，如果御史台不批调令，本王也不好硬要。殿下的意思，下官明白。批调令，下官会想办法。寒门破茧第1人，金榜题名震乾坤。莫道朱门高难越，青山亦可踏青云。放榜了，放榜了，阿姨，我去帮你看榜。看到我的名字了吗？没看到，你再找我的名字。有你，我看到了，这超好。这不你表哥吗？你怎么错了？中了！一滴墨的，一滴墨的。阿爷中了，阿爷真的中了，好，太好了！阿爷中了，阿爷中了，阿爷中了！莫等喊这么大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中了状元。寒门出身，提夫登榜，何不疯癫呢？末流也是进士，小儿说说，日后阿爷去6部呢，还是3法司？寒门破茧第1人，好，金榜题名震乾坤，好，莫道朱门高难越，青山亦可踏青云。好。这几句诗怎么样？待阿爷100年后，小儿就把这诗刻作碑文。
阿爷想的也太长远了。阿言，都3更了，还不睡？知道晚了还不去睡，管我做什么？你明早还要读书，快去快去！阿言，儿马上就要入都之司了。我不相信您真是坠崖而死，您的死因一定跟那日弹劾太子的书信有关。早听闻这朝堂风云诡谲，而周旋许久，时常感到迷茫混沌。阿爷，您当年入朝时，是否会像我现在一样，如此艰难？艰难也没关系，我好歹是第1位寒门状元，就算是死，以后在我的碑上，也一定会提一首比这个更狂妄的。树破天荒开先路，子攀月桂冠群儒。莫道朱门多贵子，寒门亦可出双珠。沈御史，这篇够狂吗？九曲黄河倒卷末，尽洗千年门第沙。昆仑杰作登天笔，战取银黄写韩家。是我眼界小了，没想到沈御史想替天下寒门发声。分内之事，狂徒！殿下前来所谓何事？我来祭拜一位故人。3年前，我督建千佛寺，与令尊有过数面之缘。区一个8品小吏，也想弹劾我，不自量力！以修建佛寺之名，强占民田，太子以为杀了我，你的罪行便无人知晓了。战天屯粮，以大业律令，已与谋逆同罪。殿下最好适时收手。收手？父皇把度之司交给了老二，只怕已有易主之心。但此事恐有后患，我早就料到会有今日，所以才将朝阳推出去。这千佛寺，可是朝阳为圣上分忧，特此督办的。大局为重，万不得已之时，总有人要牺牲。这个人不能是我，也不会是你，只有朝阳这个贱婢所生的孽种最为合适。朕明白。快点门，做漂亮点，别留下痕迹。清渠一人，风骨峭峻，是位难得的好官。可惜意外坠崖，尸骨无存，实在令人唏嘘。
不明白，我阿言只是杜之司八品主簿，平日只管誊抄文书，为何会在千佛寺坠崖？你怀疑沈主簿的死，并非意外。公主知道内情，对吗？我只知道，沈主簿是位好官，铁骨铮铮，不畏强权，子孝其父。想必你不会辱没这份风骨。殿下曾劝我离开御史台，昨日二皇子解围邀我去杜之司，今日你又前来告知我阿爷死，另有疑点。难不成殿下是二皇子的人？想借我之手扳倒太子，好辅佐二皇子上位？满口胡言，不知所谓。你可知与太子为敌是何等凶险？凶险何足为惧？3年前千佛寺落成之时，曾天降祥瑞，佛光普照。这佛光既能泽披苍生，也必定能照亮忠良之路，天道昭昭，公理不灭。你这天地不惧的样子，还真叫人喜欢。沈御史，杜之司你想不想去？请殿下助我。我可帮不了你，不过提醒你一句，今日太子宴请御史台一众官员，宴无好宴，沈御史可要小心了。老二跟武耀人要调沈孝去杜之司，不，舍不得。太子殿下放心，臣绝不会放他去杜之司的。这个寒门状元在御史台都没磨砺好，怎能轻易就放走啊？是啊，对呀，不急不急。是啊。监察御史沈孝到。下官沈孝问太子殿下安，太子妃安，诸公安。沈清，吾今日将3法司主事请来，本是为你入御史台接风，却不想你这新科状元抢手的很，还未入院，杜之司就来跟武耀人了。江南新贡的玉堂春，寒门子弟怕是难得一品，今日可要多言几位。谢殿下此言，但下官看来，酒的贵贱不在出处，而在品酒之人。沈御史初来乍到，怕是不知这酒得按规矩好。敬台公需诚心，沈御史须以此碗，敬在座诸位，每人3碗，连敬3拳，酒尽，方显诚意。不错，沈御史若能做到，说明你心智坚韧，放去杜之司历练，吾或可考虑一二。朝廷重臣，为难人竟有些乡野手段，上不得台面。你要如何破局呢？既是规矩，沈某自当遵从。
敬太子殿下，敬太子妃殿下，也敬我大业，国泰民安。沈御史好酒量啊！赵公，请。沈御史，敬酒得有说法，这第一碗自然是有说法。赵公不妨先听听我的。大理寺卿赵光明爱好古玩，去年私自藏下名画《江帆雪霁图》。江帆雪霁图，听闻此等珍宝已失传许久，是从太子的贡品中窃取而来的。就连太子殿下都未曾见过真品。但此等绝世珍宝，下官听闻在赵公府上，所以这杯酒，下官要敬赵公，雅兴。沈御史说笑了，谬赞，谬赞。钱尚书，沈御史年纪轻轻，已经与我等同朝为官，但是在这朝堂之上，你呀还有好多道理要学呀。下官确实要学习。下官要学习钱尚书为东宫修缮别院时，定是精打细算。精打细算下，500匹的丝绸耗料，竟还余300匹，接入了他族中的绸缎庄。绸缎庄多余的丝绸，想必销路定是不错吧？是，是。萧忠诚，萧将喜江南园林。江南园林是萧忠诚的心头之好。沈某听闻，价值5万的假山奇石，就在您京郊的翠微别院当中。翠微别院的一应费用，皆出自于官道修缮款，足足有5万两之巨呢。敬萧忠诚为国操劳之余，仍不忘寄情于山水之间。沈御史消息灵通，老夫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。沈清好酒量。陈公，陈御史。廖公，廖御史。是。李公，李御史。明白。请您，请您。殿下，崔驸马，下官这杯要敬你。崔敬之呢？崔敬之有什么把柄？崔敬之自幼为太子的伴读，文武兼备。久闻驸马爷文武双全，自幼便在太子身边伴读，行事有章法，是年庆一代将领中的翘楚。那如此说来，此人不是无可挑剔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沈御史很了解本官呢。国玉，下官说的都是事实而已。
主公，按照规矩，我们应该再饮一杯。殿下，老臣忽感不适。哎呦，这酒怕是饮不得了。哎呦，殿下，臣救急复发。殿下恕罪，臣头晕目眩呐。今日酒宴到此为止吧。下官先行告退。殿下，臣想来此心急深沉，留在御史台恐是祸患呐。萧忠诚所言极是。如今二殿下求贤，臣以为当放行沈御史前往杜之司效力，亦能全殿下爱才之心。正是，圣人若知，定是欣慰，定是欣慰呀！臣附议，臣附议。竹青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如今杜之司空虚，永通渠是个烂摊子，正好让沈校过去推行以粮代钱之策。待来日粮尽渠崩，他便万死难赎。这样既可以除去心腹大患，又可以重创二哥和杜之司。说的是朝阳公主所言极是啊，正是。这话有理。好，放他过去。是。殿下英明。如你所愿，调令拿到了。这是公主府。殿下，你喝醉了，晕倒在地，是我把你捡回来的。本宫现在要休息了。谁准你脱衣服的？不是冬眠吗？冬眠就要脱衣服，穿好，上床睡觉。你说的夜夜冬眠，就是这样相枕而眠？不然呢？莫非状元郎真想夜夜笙歌？在下觉得……闭嘴！殿下，如果沈某成功入杜之司，我如果有危险，公主会保我吗？不保。你就不怕我真被妻子折了？杜之司是你自己要去的，生死也是你自己的事。安静，本宫要睡觉了。
李叔，你真是我的结束。儿臣朝阳，恭请圣安。朕不安。儿惶恐。惶恐？你面上看着乖顺，手却伸到了朕钦点的寒门状元身上。本宫昨夜睡得极好，这些赏你的。看来殿下是真的把沈某当成……也好。那就多谢殿下这些赏赐了。就劳烦你把这些东西都悉数当来，所得银两就为城外那些灾民增添粥棚，为那些同门同窗增加一些笔墨书卷。来源？来源自然是干净的，姑且算是劫富济贫吧。这些先不说，不过今日有一个真的劫富济贫的事要跟你商谈。你刚入都之司，便要涉险了？知我者乐生也。既已攀得高枝，又何须涉险呢？这些黄白之物，说到底，也只是人家施舍于我。不过真正能以性命相托的，唯有挚友。乐生也不一样。说吧，什么计划？你想查太子司库？是。下官核查账目，发现太子以赈灾为名，雇佣大量流民，以粮代钱，本就是太子奸计。为今之法，唯有追踪崔都尉的运粮兵，查出太子司库在何处，方能破局。警醒些。是都尉。可即便查到司库所在，你又要如何证明里面藏的是我都之司的粮？殿下放心，在最近一批修去之粮中，混入了特制米糠为剂。只要他进了东宫司库，下官就一定能查出来。你竟敢！下官知道，此举冒险，但为国家计，为圣上分忧，个人安危，何足道哉？下官保证，此举绝不牵连都之司与殿下。好一个忠勇可嘉的沈状元，本王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放心去查，若有需要，本王鼎力支持。谢殿下。你自己要去作死，可怨不得本王了。陛下，您的药来了。朝阳公主觐见。
儿臣招摇，恭请圣安。朕不晚。儿惶恐。惶恐？你面上看着乖顺，手却伸到了朕钦点的寒门状元身上。朕开科举拔寒门，是为了给朝堂换血，不是让他们去送死。你推沈孝去度之司，是想干什么？父皇，世家借灾情，囤积居奇，引发国难之灾。太子哥哥被世家蒙蔽，不懂父皇的良苦用心。儿臣受父皇提点，应当为太子哥哥多筹谋。如今旱情严峻，民心浮动，儿臣望见沈孝之能，为朝廷追回国堂，以安天下。也希望太子哥哥能明辨人心，明白父皇的良苦用心。你倒是还记得。儿臣不敢忘。霞光普照，佛光漫天。朕大兴土木，民间怨声载道。你这借天象显化的吉兆，来得巧啊！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不愿求赏，唯愿为父皇分忧。说。儿臣督建千佛寺时，偶然截获度支司主簿沈清之的奏书，满纸皆是构陷诽谤太子的荒唐之言。儿臣惊奇之下将其焚毁，不料此人日前竟意外坠崖。儿臣恐此事有蹊跷，若被有心之人大做文章，只怕有损朝堂体面。微末小吏构陷储君，死不足惜。赵阳，你做得对。你比朕想得更聪明。太子身边正需要你这般明事理、知轻重之人。往后，太子之事，你需多劝解、辅佐。朕希望你这份聪明，永远用在该用的地方。儿臣遵旨，定不负圣意。太子草菅人命，不配做未来储君。若真想换掉他，就得让圣人抓到他更大的错处。这绝不是一个胸怀正义的小吏几封弹劾信就能做到的，得让圣人容不下他。即便是为太子为社稷考虑，让沈孝去查，也太冒险了些。朕可以准他一试，但你也要从旁策应。儿臣定护沈孝周全。儿臣告退。沈孝，现在世家蒙蔽利用太子已经坐实，你若死了，便能让太子和圣人彻底对立。永通渠一事，你解决与否，都定能为打击世家做出贡献。警醒些。是。
这不是神主事吗？擅闯公主粮仓，是想从这些米袋里找到什么秘密？本官倒是小瞧了状元郎。既然你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就别怪刀枪无眼。杜卫受伤了，拦住他！杜卫，你没事吧？风萧萧，烈火灼，燃尽我，拥抱我。一层层不如金色多，一举破因果。金层层海浪灼，撕碎我，惊魂我，偏偏玉如墨染我成果。何时双手一梦春秋，破晓长空，心似雨流，尽你我。追！是。想不到殿下骑术这么好。我也没想到神主事还能伤到崔馥嘛。站住！下马！等等我呀！转过身来。崔都尉，别来无恙。圣人亲赐途经使令。途经使，你是七皇子？臣崔敬之，拜见殿下。许久不见，殿下深夜在此荒林中，所为何事啊？夜观天象，看会余途。崔都尉率兵夜奔，又是在追索何人呢？臣正在追捕一名要犯，殿下可看见过什么可疑之人？不曾见过。崔都尉是在怀疑我？臣不敢。既然不敢，就别跟着。都尉，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什么七皇子啊？他生来白发，被视作不祥。7年前奉旨离宫，怎么偏偏这个档口回来了？还是沈啸逃脱的时候。此人不对劲，叫人暗中跟着他，查清他的住处，还有跟什么人接触。去吧。是。救沈啸之人，应当是个女子。你把崔敬之想得太蠢了，也可知你今夜闯的是谁的私库？是我的。你还笑？你不是不想死吗？殿下说过不管我了，为何今日还要冒死相救啊？圣人命我保你。
那若非生命，殿下真的舍得我去死？殿下别生气，今天是我冒进，才会落入陷阱，我该思虑更周全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殿下还是担心下官的。懒得理你。混账！我是驸马，公主的请客还拦得住我吗？让开！快躲进去！谁在屋内？你干什么？给我进去！快点进去！朝阳，谁在屋里？驸马，你不能进去！朝阳，本宫的规矩，驸马好像忘了，竟敢夜闯公主府！有人夜闯公主府粮仓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当然要探查一番。哦，驸马着人看管粮仓，竟还有人能来去自如，看来此人非同一般啊！宵小之徒罢了，若让我抓到，必将他碎尸万段。你受伤了？伤我之人，怕是沈啸。你从来不穿外袍就寝，怎么，今夜出去过？驸马从未夜宿公主府，说的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。救沈啸的人，是你。驸马脑子莫不是坏掉了？我若帮沈啸，岂会蠢到让他去闯你重兵把守的司库，然后亲自去救？驸马这脏水泼的可不高明。你总疑心我和沈啸，是盼我坐实了，好给你的新外室腾位置吧？如今我已无外室，青罗我也赶出府了，不会有旁人。算了，我很确定，救沈啸的是个女子，身形与你相仿。驸马连我的身形都记不清了。我没有和你说笑，太子最讨厌的就是沈啸。你要是再和伤你的，当真是沈啸？那他还真有几分本事啊！说，若非我知道你恨我，我还以为驸马是在拈酸吃醋呢。你也受伤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我受伤了，你也不管我了吗？从前都是你帮我上药的。那是过去，那时我有心攀附于你，才日日守在冷宫外替你包扎，这样我便有机会能旁听太傅授业，靠为太子代笔，博太子青眼，伺机脱离冷宫。不可能！
只是切磋而已，太子哥哥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？没事的。殿下是君，我是臣，哪有臣子责怪君上的道理？说到底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我们这些近臣，与家上鹰犬并无不同。只要主子高兴，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。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为君者，应当以德行御下，以人心服众。即便是太子，也不该以折辱他人为乐，更不该轻贱为自己效力的心腹。你虽是太子的伴读，但你更是你自己。李叔，待我明年随军拿了功勋，我就去求陛下。到时候，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太子也不行。刀锋落地，随心跳声音无人倾听。战场凶险，你一定要当心。为了你，我定会平安归来的。化作你小小的泡影，尘埃落笔，再回头瞬间却来不及。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飞雪满天地，情无迹。是驸马记错了吧？我是个处心积虑的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就是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？我大婚之夜，你说得很清楚。最伤人不过爱恨知己，我们之间何至于此？放开我！放开！